我抵押房产，接手濒临破产的国营大饭店。后厨的定海神针庞师傅，知道自己捏着饭店的命脉，专挑市领导在楼上包厢等饭的档头，带着10几个徒弟熄火罢工，逼我交出实权。没我们这几把大勺，你今天连个冷馒头都端不上去。半个月后的外宾宴，你等着破产清算吧。可他不知道，这场决定饭店生死的外宾宴，我等的就是他撂挑子。林经理，您快去后厨看看吧。市里的日常检查组已经在楼上包厢坐了半个钟头了，连口热茶都没喝上，桌上全是空盘子。老胖他撂挑子了。庞师傅，上面领导等着便饭，火为什么不升？林经理啊，不是我不干，是这菜没法做。新送来的这批肉纹理不对，火候掐不准，这要是做坏了，砸了咱们望春楼的百年招牌，谁担待得起啊？就是没我们师傅把关，这菜做出来能吃吗？老庞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上面坐着的可是大人物，你就当帮忙，赶紧炒几个快菜对付一下，算我求你了。赵经理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菜不能乱做。林经理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半个月后的外宾宴，指望外头那些阿猫阿狗是办不成的。想让我带徒弟们开火可以，但规矩得改改。第一，这宴会的预算我们后厨得拿80%。第二，库房和采买的单子得交给我亲属管，别人采购的食材我不放心。第三，后厨我说了算，你前厅别拿什么新规矩来烦我。哼，林经理，没我们这几把大勺，上面那几位今天只能吃冷馒头。至于半个月后的外宾，你干脆请他们喝西北风吧。林经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您先答应他吧，先把楼上那桌祖宗伺候走了再说。哼，赵经理，上面还要等多久能掀桌子？顶多再有10分钟，领导脾气可不好。10分钟足够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还会炒菜？我不懂炒菜，但我懂流程。赵经理，去冷库拿2块上好的里脊肉，再拿3把小葱。小刘对吧？小刘，把那锅烧开水的大火点上。切得薄有个屁用，没火候，这肉就是柴的。水开了，肉片下锅。赵国邦，拿个大碗，倒150克酱油，30克陈醋，10克白糖，不要凭感觉，用秤称。捞出，铺在葱丝上。白灼葱油肉片，端上去。林经理，领导吃了赞不绝口，说这肉片嫩滑爽口，而且每一片的口感都一模一样，说咱们望春楼基本功扎实，没有怠慢。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林浩，你这叫投机取巧！你以为凭这种小聪明能做出一桌国宴，能应付半个月后的外宾？笑话！你错了，这不是小聪明，这是标准。只要有标准，任何人，哪怕是一条狗在那个位置上按开关，这盘菜的味道都不会有哪怕1毫米的偏差。庞师傅，你的规矩我不买单。里面的财务室已经准备好了你们所有人的结算工资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们被开除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和望春楼没有任何关系。收拾东西，滚！林经理，使不得啊！全开了，外宾宴怎么办？咱们望春楼的招牌怎么办啊？赵经理，去把后厨的铁门拿锁锁上。你敢开我？林浩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没了我金刀老胖，你明天一片菜叶子都炒不熟。我倒要看看半个月后你拿什么给外宾上菜。兄弟们，咱们走，我就在对面茶馆看着他怎么死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林经理，你闯大祸了，这下神仙都救不了咱们了。赵经理，时代变了，从明天起，望春楼不需要所谓的厨师，我要让这里
变成只会印钞的工业机器。林经理，林祖宗，哎，断了，全断了！全市的菜市场、肉联厂，连送大葱的小户都放话了，从今天起，一片菜叶子都不卖给咱们望春楼。庞师傅的手笔，除了他还能有谁啊？老庞在咱市餐饮界混了30年，那是拔出萝卜带出鱼的关系网。他昨晚在对面茶馆放了话，谁敢供货给望春楼，就是砸他金刀老庞的饭碗。林经理，您昨天那会儿发的痛快，可现在咱们连锅都揭不开了呀！还有12天就是外宾宴，没有菜，咱们拿什么做？拿空气炒吗？所以呢，你的建议是什么？低头吧，林经理，我豁出这张老脸去买2条好烟、2瓶茅台，您跟我去给老庞道个歉，哪怕把利润分他90%，只要他肯回来把这场外宾宴撑过去，咱们望春楼的牌子就能保住。赵经理，你记住，做企业如果连原材料都被人卡着脖子，那这牌子留着也是个死。去，借辆轻卡来。庞师傅这帮菜霸垄断的只是市区的2手倒卖市场，市外围那么多农场，难道他们也一手遮天了？这年头大环境不好啊，高品质的野生走地鸡都卖不出去。请问2位是？我叫林浩，我们是市里大饭店来采购的。林老板，您看这满山跑的走地鸡，肉质绝对紧实，您要多少只？我给您算批发价。王厂长，我不按只买，我按标准买。我要1000只白条鸡，但我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屠宰后退毛进缸，每一只的重量必须卡在2斤，误差不能超过1两。林老板，您开玩笑吧？这鸡是活物，长多大是天生的，哪有卡着2斤买的？1.9斤的肉量达不到我的切块标准，2.1斤的烹饪时间需要延长，会破坏我的流水线时间表。你把2斤的挑出来给我，每斤我比市场价多给你2毛钱。第二，以后所有的鸡胸肉和腿肉必须在出厂前给我做好分割，真空包装，每斤多2毛。那好吧。林经理，货是有了，可谁来做啊？庞师傅的人走得干干净净，咱们现在连个切菜的帮厨都没有。去城南第3纺织厂。纺织厂？去那儿干嘛？买桌布？去招人。望春楼饭店招工，包吃包住，底薪80，计件提成，多劳多得。老板，我们都是采缝纫机的，切菜做饭也就是家里糊弄2口的水平，大饭店的活儿我们干不了。谁说我要招厨师了？我要招的是工人，不是艺术家。陈大姐，你来试试。我不要你懂火候，我只要你按照我的指令动作。听口令，左手挑黄豆，右手挑绿豆，不许思考，不许停顿。预备，开始。停。我要的就是这种人，这正是现代厨房流水线最完美的工人底子。陈大姐，你被录用了，你来做质检领端，再帮我挑39个和你一样手脚麻利、守纪律的姐妹。这就是你们以后工作的地方，你们以后就住这里。谁在那儿？林经理，我不想走，我想学手艺。庞师傅从来不教我真本事，只让我洗菜。你懂庞师傅那套做菜的流程吗？懂，我看他做了3年，每道菜先放什么后放什么，我闭着眼睛都能背下来。只是我拿不准那火候和调。好，今晚你来做菜，我来定规矩。点火，做一道最经典的红烧肉。林经理，师傅说这时候要等油温70%热。停。70%热是多少度？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是160摄氏度。以后没有70%热，只有160度。师傅说加少许冰糖，火候要炒到起大泡变小泡。放回去。50克，没有少许，
只有精确的50克，没有大炮变小炮，只有在180度的高温下翻炒整整25秒。这就是我的终极武器。庞师傅他们引以为傲的30年经验，被我用1夜的时间浓缩进了这3个桶和一本几十页的垮表里。A 号桶复合鲜咸汁，代替所有需要生抽、老抽、盐和味精的调味过程。B 号桶红烧秘制酱，专门对付所有带颜色的肉菜。C 号桶酸甜糖醋液，从今天起忘记你们之前的工作。陈大姐，1号案台负责切配，用模具卡顶尺寸；2号案台看火，眼睛只准盯着温度计；3号案台负责按压酱汁泵，一下就是15克，多一滴都不行。动起来！1号案台，土豆丝切配超时10秒，尺寸不达标，全部作废。李春花，你在干什么？林经理，我看这汤熬了整整4个钟头，颜色那么好，可一点味道都没有。我以前在家里给孩子炖大骨汤，出锅前都得撒小半勺盐提鲜，把骨头里的鲜味逼出来。我真的是为了让这汤更好喝呀！提鲜。林浩，使不得啊！林经理，林祖宗，这可是30斤好肉10只鸡啊，好几百块钱的本钱呢！这汤熬得多香啊！就加了一点点不碍事的，咱们后厨自己人喝了也行啊！你可千万别犯浑。赵舵手，如果这锅汤今天留下了，明天就会有人觉得炒青菜多放1勺油更香，后天就会有人觉得肉片少炸10秒更嫩。我的老天爷呀！造孽！造孽呀！老字好的底子就这么让你给败光了。林经理，我错了，我赔，我从工资里扣行不行？你别糟蹋东西啊！赔？你拿什么赔？这锅汤如果流向下一道公寓，今天中午试菜的100份红烧肉和鱼香肉丝，全都会因为底汤带盐，导致最终成品的咸度超标。到时候砸的是望春楼的百年招牌，赔的是市里几万块的违约金。我再重复最后一遍，这里不是你们家里的灶台，这里是标准化的车间。陈红海，你是厂里的老劳模，我问你，如果在纺织机上有一根正线搭错了位置，导致整匹布出现了瑕疵，你们厂长会因为这匹布也能穿，就把它当1等品卖给外商吗？不会，整匹布打回废品库，撬过工进行全厂通报批评。那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手里拿着秒表和量尺，你的眼睛却在看着人情世故。你看到他掏盐了，为什么不制止？因为她是跟你一起下岗的姐妹。拿着它，我理解你同情心泛滥，但是为了出餐品质的高准，从现在起，谁的温度差了1度，谁的尺寸厚了1毫米，不用问我，直接连锅端了倒进垃圾桶，全额罚款。都愣着干什么？1号案台，把案板给我擦干净。3号位，立刻重新烧水，准备第2锅底汤。从现在开始，谁再敢凭感觉乱动调料，别怪我陈红梅翻脸不认人。王翠花，2号油锅175度你就下锅了，差5度，捞出来倒掉，记大过1次。刘红，你的土豆丝超出了模具红线，重切，废料算你的。伴随着一次次毫不留情的倾倒和罚款，女工们的抗拒和委屈逐渐变成了对规则的绝对敬畏。距离外宾宴还剩最后3天，这张由我亲手打造的工业化巨网终于彻底张开。
就是这儿。领导，你们快进去查，林浩那小子在后厨搞化工厂，给老百姓吃毒药啊！哎呦，李局长、王会长，这是怎么了？兴师动众的。赵国邦，别套近乎！哼，老庞实名举报，说你们新来的那个林经理根本不懂厨艺，在后厨搞什么化学实验，用不明液体和仪器糊弄老百姓。外宾宴可是市里的重要任务，要是出了食品安全事故，谁担得起这个责任？立刻把后厨门打开，我们要突击检查，当场试菜。林浩，纸包不住火了吧？今天我就让大伙看看，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，不是你弄几个破玻璃罐子就能糊弄过去的。欢迎各位领导视察，既然要试菜，请随便点，菜单上的现点现做。不用点别的，就点最考验刀工火候和调味比例的鱼香肉丝，给我来30份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用你的化工厂在半小时内给我端出来。30份同样的炒菜同时出锅，还要保证质量绝对一致，这对传统饭店来说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就算是几个主力大厨同时开火颠勺，也必然会在慌乱中出现某几盘偏咸、某几盘火候过老的情况。庞师傅这是掐准了传统欧厨的死穴，想直接把我一棍子打死。不需要半小时。陈主管，30份鱼香肉丝，流水线全速启动。收到。油温180度，进入。肉丝滑油25秒，捞让入槽。2号位接力 ，A 号复合汁10克 ，C 号糖醋液15克，按压完毕。这是什么邪术？连锅都不抛，火候都不看，这炒出来的能是人吃的东西吗？出餐。我就说吧，难吃，肯定难吃的像嚼蜡。没有厨师灵魂的菜，那就猪屎！闭嘴！这30盘菜，肉丝的长短粗细，笋丝的口感，这酸甜的比例竟然一模一样。连淀粉勾芡的浓稠度，30盘菜都没有哪怕一丁点的偏差，这怎么可能？传统的顶级大厨，就算状态再好，连续炒30份同样的菜，也必然会有咸淡和火候的微小差异。但今天这群连拿菜刀都不利索的女工，却做到了连厨神都做不到的绝对统一，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没有灵魂的菜，凭什么这么好吃？凭什么火候这么准？庞师傅，这不叫好不好吃，这叫品控。你引以为傲的所谓灵魂和经验，在绝对的工业化标准面前一文不值。两位领导，我的化工厂卫生达标了吗？口味合格了吗？老庞，你这是嫉妒，是诬告！这不仅不是什么毒菜，这是我这辈子在市见过的最干净、最精确的厨房！滚出去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！庞师傅虽然败了，但他绝不会甘心。3天后的外宾宴，才是新旧时代交替的终极决战。
林经理，天塌了！站起来说，出什么事了？海产公司的车进不来了。刚才海产市场那边打来电话，送海参和极品野生鲍鱼的冷藏车在进城的高速路口被3辆拉煤的大卡车给别住了，煤车翻了，把2条车道堵得死死的。交警说最快也要晚上8点才能疏通。晚上8点，外宾宴7点准时开席，7点半就要上压轴大菜，等到8点黄菜都凉透了。没有备选路线吗？或者换小车分批拉进来？没用了，全没用了。全市能供得起这么大批量极品海参的只有他们一家。我刚才打了10几个电话去其他海鲜行借调，全都不接，接了的也说没货。林浩，报警吧，或者我现在就去对面，我给老胖跪下，我给他磕头，只要他肯动用关系把食材弄进来，我把望春楼副经理的位置让给他。闭嘴！跪下！你以为你跪下他就会放过我们？他是要亲眼看着望春楼死，看着我林浩身败名菜。陈红梅，到。我问你，纺织厂里如果有一批进口的丝线断供了，你们的机器是不是就得跟着报废？不会，我们会立刻调整机器参数，换国产棉线，只要参数对，一样能织出布来。好。全体都有，听我的口令，立刻停止所有关于海鲜大菜的备菜预案，把准备好的葱段、爆汁料酒全部封存。林浩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外面坐着的可是跨国公司的老总和市长，没有海鲜，你拿什么给人家吃？你难道要给外宾炒一盘土豆丝吗？你这是在拿望春楼的百年招牌，拿我们所有人的命在开玩笑。高级食材之所以高级，是因为传统的落后烹饪手段无法稳定提取普通食材的极限口感。今天我就要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流水线是怎么把2块钱的烂土豆和鸡肉做成他们吃不起的样子的。陈红梅，立刻带人去2号冷库，把所有标准2斤重的白条鸡和1号规格的普通土豆全部给我拉出来。2号操作台，水浴锅通电，温度表准备。3号操作台，液压碾压机和高压筛网全部就位。距离决战还有4个小时。1号线，鸡胸肉分离，切除所有筋膜，每一块必须精准切割至150克，正负误差不得超过2克。陈大姐，启动真空包装机，把切割好的鸡胸肉装入真空袋，注入5克提鲜用的特调高汤液，抽干空气，死口热熔封接。2号线，开启恒温水浴锅，设定温度65摄氏度，1分不能多，1分不能少。3号线，土豆削皮切块，送入高压蒸汽舱，蒸汽压球阀门开到最大，接通工业级微空筛网，注入定量融化的黄油和 A 号淡奶油提香，送入半旋形液压模具，压进定型。装盘，临 C 号琥珀特调酱汁。老赵，这都到点了，压轴大菜呢。要是外宾宴出了岔子，你和那个新来的店长全都吃不了兜着走。不知道那套老宅子够不够赔市里的违约金。
上菜。死一般。Oh my God！ 别吃，领导们千万别吃，那是拿鸡饲料和烂土豆糊弄你们的。市长，各位外宾，林浩这个骗子，他海参和鲍鱼都买不到，就拿2块钱1斤的便宜货来骗老外。这种连灶台的火都没见过的东西，根本没有厨师的灵魂，这是对中华美食的侮辱，对贵宾的侮辱。保安，把这个疯子给我插出去，把记者的胶卷全给我拔了。我没疯，我是在揭发这起严重的事故。外宾先生，您是不是觉得这猪食太难吃了？这没有灵魂的工业垃圾简直是灾难。我们望春楼真正的底蕴不在这里，只要您发话，我立刻让我徒弟给您做。闭嘴！你懂什么叫灵魂吗？林先生，太不可思议了，简直是奇迹！我们在中国考察了整整3个月，吃遍了京城魔都所有的名厨名店，他们每个人都在跟我大特谈所谓的手艺和灵魂。但是，当我要他们做出1万份重量、口感、熟度完全一模一样的汉堡肉片时，他们全都不及格。但是你做到了，没有温差，没有口感的偏差，100盘菜，甚至连酱汁的克数和反光点都完全一致。这不可思议的鲜嫩口感，这极其恐怖的标准化，正是我们跨国快餐集团渴望的最极致的工业品控。庞师傅那引以为傲的30年手艺，他所谓的厨师灵魂，在这个跨国资本和现代工业的庞然大物面前，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林先生，我们这次来访根本不是为了来吃什么海鲜大餐，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承接整个亚洲区原材料粗加工的中央厨房基地。这是一份首期500万美元的供应链外包合同，我希望你能签下它。500万美元！合作愉快，安德森先生。从明天起，望春楼会成为你们在亚洲最锋利的流水线尖刀。没火候啊，可是真特么的好吃啊！老祖宗的东西怎么就比不过这机器呢？为了明天即将开启的500万美元大单，传送带已经在进行新一轮的调试。那40名女工即将成为这个庞大餐饮帝国的初代产业工人。那不是噪音，那是这个新时代最强劲的脉搏。